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来到美丽的阿布扎比，出席首届全球制造业和工业化峰会，与各位围绕制造业未来全球议程这一重要的主题进行交流。首先，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本次峰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很不平坦。如何把握好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下面，我想结合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与各位分享一些认识和看法。新工业革命的兴起是与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体系重构密不可分的。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呈现出智能化、全球化、网络化、绿色化等多种特征。所以，所有这些都在全面引领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全球要素配置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甚至直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变革关系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全球治理方式。各国都在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思考和探究发展之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规模持续增长，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们制定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这是中国制造业未来10年的行动纲领。我们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构建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使技术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推动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方面注重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综合运用环保、节能等标准，依法依规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兼顾规模效益和竞争效率。我们把促进协调发展作为重要的方向，积极推动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发展，努力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实现与各国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为此，我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工业政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对话加深了解，形成共识，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二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能力建设水平，支持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促进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的交流与合作；三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支持，
充分利用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期待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继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最后，预祝本次全球制造业工业化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